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来看一下这一次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还有官方后续发布了一些公告。那首先更新的就是新的城市皮肤，这边就包括活动的皮肤、步兵的防御力提升 5%， 还有采集速度提升 5%。那么也是跟之前差不多，如果你们要买城市特效的话，就要另外购买。那我看了一下它的城市特效，其实还不错啦。不过我觉得一般玩家应该不会特意去买特效啊。那么这个特效出现在屋顶上面会有个龙，在龙消散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些字。那其实这个是古代的文字啊，那我也不会读，我也看不懂，所以有哪些知道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还有城市的门前有2排的横幅，不过同时也是被玩家投诉官方没有什么新意，因为这个皮肤的样貌其实跟之前的好几个皮肤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只是添加了一些特效，让城市皮肤看起来有一点不太一样而已。但因为这个城市皮肤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一般来讲它的外观是差不多，也算是正常了。接着就是这个月尾的登峰造极皮肤博塞冬神殿，那么也是一样的，你只有拿到前3名的位置才可以拿到城市皮肤特效，剩下的玩家只有皮肤外观而已，没有特效。那当然这个皮肤出现之后，也是有一些玩家觉得这个皮肤的外观也是类似差不多，尤其是门口的部分也是有点相似，像亚特兰提斯的皮肤外观。那么这一次的皮肤是增加工兵攻击力 20%。 除了城市皮肤主题之外，还有包括名牌就有推出3个，除了登峰造极之外还有活动，还有包括这一次的清超活动。那登峰造极大家也知道如何获得名牌，但是另外2个名牌呢都是要买礼包获得的。那除了名牌跟城市皮肤之外，其实还有包括头像框，但是头像框推出了4种新的版本。首先就是在6月14日所举办的线下活动在杭州，所以这边就设计了一个新的皮肤。还有包括这一次情超的活动是需要通过礼包获得的，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如果活动可以获得的话就比较好一点。还有包括活动的头像框，这个也是要通过礼包购买。登峰造极也是一样，有分成2个版本，一个是动画版的，一个是原版静止不动的。你需要拿到更靠前的排名之后才可以拿到有动画版本的。还有在之前公告中有提到的会推出洗脸重置时的礼包，这个礼包我已经是去问过客服了，是每一天都会重置的，你可以每天买。里面有3颗洗脸重置石，有20颗的洗脸石，还包括一些材料啊、加速道具、VIP 点数等等。但是这个礼包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啊，49.9美金，属于是比较偏贵的价格。但是因为洗脸重置石是真的很难拿到，所以他把价格放得比较高一点。如果不想花钱的玩家还是可以通过免费的方式获得。再来就是 VIP 商店下面这边，据说洗脸石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我已经忘记原本有多少颗了。还有在一般的商店也是可以买洗脸石了，原本就已经有转换石了，但是它再增加了洗脸石。所以某一些特定的玩家没有办法提升到太高的 VIP 点数去 VIP 商店购买的话，就可以来这个商店购买，但是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像 VIP 商店它卖600颗宝石买1颗洗脸石，但是在这个普通的商店呢需要花900颗宝石，会比 VIP 商店还要多出300颗宝石，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到底要不要买啦。不想要买的话也是可以通过免费的方式获得，就是去驿站那边购买。那其实驿站这边的数量有稍微提升了一点，这个是原本的截图，原本只能购买15颗而已，现在已经提升到30颗了。那对于我来讲，就算它提升到这么多颗，我也没有办法全部买光。但是对于一些有花钱去购买军器礼包的玩家来说，他们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洗脸石。除了驿站这边的商店可以买到更加多的洗脸石之外，其实还有包括 VIP 商店里面，我们原本可以购买的数量也是提升了，变成20颗。还有公告里面有提到，在征服赛季之中的成就中有增加了一些奖励，可以获得更加多的洗脸石。征服赛季商店中也可以购买更加多的洗脸石，提升到30颗了。但是这个要在新开启的征服赛季才有，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失落之地是没有的。目前正在 KVK 2中的王国留声古卷里面的部分奖励会换成洗脸石，还有到达50等级之后拿到的水晶钥匙也会转换为洗脸重置石。这个奖励的问题在前不久我才收到有观众私信我跟我讲要官方换掉，没有想到现在就改动了。也是修改了联盟总动员的奖励，不朽金钻还有至尊霸主的段位可以拿到洗脸石的数量增加。那我的画面上就是洗脸重置石在商店里面可以购买的数量是10颗，但是我已经忘记我之前有没有购买过了那么我就看了一下小号也是只能买10颗，所以之后会变成30颗。
那么这个就是新增加的礼包啦，各位可以每天去买到你破产为止，毕竟价格也不便宜啊，换来马币差不多要250块左右。但如果你真的每一天买的话，你一个月下来总共可以拿到90颗冲刺洗脸石。那么关于这个洗脸冲刺石，我的想法是跟我之前说公告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就是跟大家讲过，官方推出一个新的东西，它的尽头永远就是推出新的礼包。那他们增加这个礼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OK， 我们往官方的客套话去讲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有保底了，然后有玩家他们可以拿到更高的数值，但是他们的洗脸冲刺石不够使用。继上一次更新之后，虽然我们可以拿到同样属性的3维概率提升了，但是如果你要拿到它的数值比较高，也就是高于 2.5 的话，可能要等到保底。那假设要大保底，要提升到 2.5% 的数值以上的话，你就必须要洗脸30次，就是说你途中会用到3次洗脸冲刺石。但是玩家获得洗脸冲刺石的途径比较少，拿到的数量也比较少，可能有一些玩家就跟官方反馈了，叫他们推出这个礼包，或者是增加更加多的途径获得这个洗脸冲刺石。所以以客套话来讲的话，他们就是为玩家去考虑，然后他们才推出了这个礼包。但是我担心的一点就是，他会不会推出了这个礼包之后，我们反而可以拿到更高数值的概率会降低了呢？就是我担心的事情就是系统会不会每一次故意给我们 1.5% 左右的数值呢？如果对自己账号有要求的玩家，他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去购买这个礼包，然后洗到那个数值特别高为止。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啦，或许这个礼包的推出有一些阴谋论，然后它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但是这个礼包并不是强制购买的。Pay to Win 玩家不管出现什么礼包都会考虑去购买，或者是真正去购买。那 F2P 玩家不想要买的话，他们肯定是不会买的。所以那些偶尔花一点钱的玩家呢，就自己深思熟虑一下啦，看自己的账号有没有这个需求需要去购买礼包，不要强迫自己。因为对我而言，可能偶尔去买这个礼包250块一天还可以接受了，但是要我每一天去购买是真的不可能的，太贵了。不过主要的重点还是我没有这么多的专属铭文需要用到洗脸冲刺石啦。再来就是工程车的部分，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官方他们设计了新的工程车，那其实他们只是把颜色转换而已，他们从原本的红色转换成蓝色。因为在游戏中红色多数是指敌人啦，那他们换成蓝色呢，可能是为了更加容易分辨我军跟敌军。最后就是增加了萨尔卡的故事叙述，还有它的新的表情包，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就包括绯闻还有大笑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收集这个新的表情包了。还有就是虽然在官方的邮件里面没有提到的，但是在游戏中已经是可以看到他们更新了秦始皇的表情包，这里有包括生气捶桌子的表情包，还有包括开心大笑的表情包。那么这一次的更新大致上是这么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更新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更新，多数是在 KVK 里面的更新，一些更新是必须要等到下次有王国报名了 KVK 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什么差别。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